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道琼斯工业指数在昨天出现了一个巨大阴线，下跌幅度0.8%啊，这个位置上我们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它是一轮日线级别的下跌西游。那这轮日线级别下跌西游发生之后呢，它的上涨趋势虽然没有发生过多的改变啊，但是这轮下跌要通过更长时间的修复和盘整，才能将下跌过程当中形成的筹码空缺区进行回补。同时呢，昨晚0.8的下跌直接带崩了比特币让比特币在28000美金一路下跌至24500美金附近最大的振幅达到惊人的14.61%美股的下跌呢和有加息预期相关，那比特币的下跌呢是同步了美股的下跌趋势，同时呢在昨天晚间也收到了这个马斯克对比特币进行了大量的抛售。对于昨天这根巨大的阴线，我们早有提示。那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7月14日我就在这个位置上提到了悟空阴线在这里发生，容易发生一轮日线级别下跌西游。悟空阴线出现之后，走出了连续的震荡，这些震荡呢是下跌趋势的干扰性 K 线，然后走8阶阴线和8阶阴线所遇到的干扰性 K 线西游战法当中管它们叫做妖怪 K 线干扰了我们对趋势的判断。然后前天走出沙僧阴线，昨天最终走出一个唐僧阴线。我们在昨天晚间凌晨1点认为28000美金是有可能得到一定的支撑的，原因是前面两轮行情在这个1690均线附近都得到了一定的支撑，所以呢，我们认为28000美金这个169均线附近是有机会得到支撑的。但是由于美股的同步下跌，带动了比特币的这轮日线级别下跌西游走得非常凶险直接就打到了25000美金下方的这个位置然后我们看到24500到25000美金这里同样是一个关键性的点位，是由下跌过程当中收敛三角形蓝色线的这个收敛三角形同前轮行情当中波谷连线连过来之后，形成了一个重要的支撑位。那么重点来了，这个位置有没有机会出现反弹呢？我认为是有的。首先呢，我们看到比特币走出了一个日线级别的下跌西游，那么同步的美股我们看到这个位置上也走出了一个日线级别下跌西游那么根据 K 线西游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有什么呢？有日线级别下跌西游完成之后，容易出现小日线级别到4小时级别的反弹因此呢，在这个位置上，我们还是观察小时线有没有这样的机会出现小日线级别的反弹它的反弹过程和反转过程都是由小的时间级别逐渐向大的时间级别去演化的。所以呢，从更小的一个时间级别15分钟级别上，我们看到有个大的阳线在凌晨5点45出现然后把时间级别合并到小日线级别，就可以看到这根阳线通过合并 K 线可以看到是凌晨6点出现的这个悟空阳线。有了悟空阳线之后，后面的震荡呢可以认为是小日线级别悟空阳线的干扰性 K 线。干扰性 K 线走完之后，小日线级别有8阶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的一个预期。因此呢，我们看到日线级别下跌西游这轮日线级别下跌西游，悟空阴线、8阶阴线、沙僧阴线、唐僧阴线走完之后，行情是有机会出现一个小日线级别反弹的。同时我们看到这里面出现的平行结构之前我们认为在28000美金得到支撑之后，容易出现一个上涨的平行结构，但是恰恰与我们预判的相反的是，这里面出现了一个下跌的平行结构。这里的下跌平行结构是由前面行情当中6月中旬到6月底的反弹日线级别上涨和日线级别下跌的这两个位置出现了一个平行结构方向相反，但是幅度基本相同。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调整过程当中蓝色线这里和上方红色线这里形成了一个平行的调整性结构。所以呢，我们看到目前的一个下跌的过程同上涨过程形成了一个对称性结构。那么这里的下跌过程形成了一个筹码空缺区，我认为就是对前面这轮上涨行情的筹码空缺区进行的反方向的回补。所以呢，目前关键性点位25000美金有可能形成持续性的震荡有可能形成持续性的震荡。所以呢，日线级别打到25000美金也不用过度担心，这里面如果能够对两轮极端行情这两个位置形成一个回补过程，那么我们会看到一个非常漫长的一个震荡震荡到大概11到12月份行情有一个非常
容易启动的机会。同时呢，每年的10月份也非常关键啊，每年10月份是比特币月啊，所以呢，在比特币月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回头来看底部可能会在这2个月最终得到出现。不得不提一点啊，就是 BNB 的这轮走势。BNB 的这个结构呢，是一个收敛三角形结构，在这个收敛三角形结构之前呢，是一个上涨的过程。这轮上涨过程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没有经历过调整我们看到从691美金到220美金这样的一个区间，经历了长达2年的一个调整过程准确来说应该是2年零4个月的一个大型收敛三角形的调整过程。那么最终的一个底边线的位置是在220美金。然后我们在2个月之前就提到了BNB 的这种结构非常容易跌破。为什么要跌破呢？因为它这个位置上它的这个结构只是一根棍儿的结构，这个结构非常不稳定，容易出现一个回补动作，将100美金到220美金这样的区间最终完成一个回补动作之后，才容易出现继续的上涨行情。同时在前面几个交易日当中，我们看到BNB 出现了一路下跌，是在6月份它的这轮下跌呢，是由于美国 SEC 对 Binance 公司进行了起诉之后一路下跌下来之后，它的反弹相对于 BCH 相对于比特币相对于以太坊来说非常弱势那么这轮比特币快速下杀15个基点下杀15%之后，BNB 出现了跌破220美金那么目前点位是218那么走到这个位置之后呢，我对于 BNB 来说，我认为它仍然有机会走一个220美金到100美金这样的一个区间进行一个回补动作因为这个位置上它跌破了一个重要的平台。这个平台我们看到21年3月份在这个位置，21年3月份就开始形成更早一点21年2月份这个位置上就出现了持续的波动。然后我们看到21年5月、21年6月，还有22年6月还有22年12月15日，反复对这个位置还有23年6月份反复对220美金进行不断的确认超级主力在这个位置上让大家习惯性的思维认为220美金就是 BNB 的一个铁底，但是这个位置上我认为是非常容易被击破的，击穿之后回补到100美金这才是 BNB 的一个黄金坑的位置。所以呢，我们最近一段时间对于多头来讲从来都没有提到 BNB， 因为 BNB 走势弱，前面支撑性不强，容易对100美金的这个区间进行回补。所以呢，我认为 BNB 还有机会打到100美金到达黄金坑100美金到220美金这样的一个区间，才是可以布局 BNB 现货或者是多头的一个区域这是我一直以来对 BNB 的一个观点。同时呢，今天的多头数据几乎全军覆没我们这个实时的追踪的4小时到15分钟级别的一个多头数据几乎全军覆没。早盘的时候只有看到 BNB 当也就是 BNB 的3倍做空它是一个现货出现在了我们4小时的多头数据当中证明市场当中主要是以空头为主，而且目前我们面临的是空头不断宣泄的过程虽然这个位置对于很多山寨币来说已经很低了，但是由于比特币的下跌，导致很多山寨币主流币出现了一个超跌那么从明天开始，我们就可以逐渐找出来这个超跌币种当中可以进行价值投资的一些标的。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感谢大家，再见。